你说的不对，这是你嫁到我们林家的聘礼，自然要归我们管理。婆婆双手叉腰，站在郝瑶面前说道。一旁的丈夫林浩只是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这让江梦心里泛起一丝寒意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这场婚姻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江梦，今年28岁，在省城一家知名企业做高管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人生，那就是本该完美，却被一场错误的婚姻毁了。2023年秋天，我和周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新娘真漂亮，周家真是娶到了个好儿媳妇啊！这么般配的一对。婚礼现场觥筹交错，宾客们的祝福声不绝于耳。我挽着周渊的手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谁能想到，这场看似完美的婚礼，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作为省城江家的独生女，从小到大，我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委屈。爸爸是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，妈妈是市政府的公务员，在他们的呵护下，我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。梦梦，你确定要嫁给周渊吗？婚前，爸爸曾经语重心长地问我，我当时像个没头脑的小姑娘一样，坚定地点头。爸，周渊是个特别好的人，虽然他出身普通，但是很上进，也很顾家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的我真是太天真了。周渊确实表现得很好，但那只不过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戏而已。他的父母更是高明的演员，婚前对我百般讨好，时不时给我送些土特产，说话也是轻声细语，生怕惹我不高兴。谁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。婚后第1天，噩梦就开始了。这是结婚后的第1个早晨，我站在厨房里，正在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。虽然我从小娇生惯养，但为了这段婚姻，我愿意学着做一个贤妻。锅里的蛋花汤正冒着热气，煎锅里的培根发出滋滋的响声。我心想，等周渊醒来，看到这一桌早餐，一定会很惊喜。门铃突然响了，透过猫眼，我看到是公婆站在门外。虽然有些意外，他们这么早来访，但我还是笑着开了门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微笑着说，正好，我在做早餐，马上就好。公婆却径直走进客厅，连鞋都没换。婆婆张美芳的表情让我心里一沉，那副虚伪的慈爱笑容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。江梦啊，她的声音透着一股咄咄逼人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周家的人了，有些事情我们得说清楚。我愣了一下，手里的铲子停在半空，直觉告诉我，接下来的对话不会愉快，但我还是保持着礼貌。阿姨，您说。公公周国强往沙发上一坐，就像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资要上交给我们家统一管理，这是我们周家的规矩。我听到这话，简直觉得可笑。这种上个世纪的陈旧观念，居然还有人拿出来说事。我强忍着笑意，对不起，这恐怕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婆婆的声音陡然拔高，那副温婉的面具彻底撕下，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。你嫁到我们周家，就要守我们周家的规矩。我关掉了灶台的火，转身面对着他们。早餐的香气还在厨房里飘荡，但此刻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些了。规矩，我冷笑一声，感觉可笑又荒谬。婚前怎么没听你们提过这个规矩？怎么等我嫁进来了，就开始改规矩了？卧室的门响了，周渊走了出来。我看着他，希望他能替我说句话，可他只是站在那里，
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。梦梦，要不我们先听听爸妈的想法？他小声说道，像是生怕得罪了谁。我的心瞬间凉了半截，5年的感情，在这一刻仿佛都成了一场笑话。往日那个坚定地说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男人，此刻怯懦得像个陌生人。婆婆见周渊软弱，更加得寸进尺。不止工资的事，你爸妈给你的那些嫁妆、房子、车子、现金，都应该归我们周家所有，这才是传统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真面目。那些婚前的温情脉脉，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罢了。我放下手中的锅铲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传统？我怎么记得在民法典里写着，夫妻各自的财产依法归各自所有。要说传统，我倒是想起来一条，叫做礼不下庭。你们这样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公公疼地站起来，他那张老脸涨得通红。我好歹也是一校之长，你竟敢这样和我说话！我不屑地笑了。面对这种仗势欺人的行为，我反而更加冷静。您是校长不错，但那也只是个3流学校的校长。您觉得就凭这个身份就能管到我的钱？人在愤怒的时候总会说出最伤人的话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周渊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。梦梦，你怎么能这样说爸？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反而笑了。哦，我怎么说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现在倒是挺能说话的。刚才他们要我的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吭声？这时婆婆使出了她的拿手好戏，眼泪。她一边抹泪一边说，儿啊，你看看你娶了个什么媳妇，这才结婚1天就对我们这样，以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看着她这副虚伪的嘴脸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既然撕破脸皮，那就索性撕个彻底。婆婆，您别演戏了，您自己当年瞒着2婚的事实嫁给公公，现在倒是来教育我了。我这话就像一记重锤，把屋子里的空气都砸成了死寂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我冷冷地说，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拿起桌上的包，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想要我的钱？做梦！周渊，你好好想想，接下来要怎么办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要么跟我去民政局离婚，要么就给我把你父母管好。看着父亲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释然。我直接回了娘家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看到爸妈关切的眼神，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。怎么了，宝贝？妈妈连忙把我搂在怀里。当我把早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时，爸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早就看出来周家人不简单。爸爸点燃一支烟，周渊能进大厂工作，还不是靠我打招呼？就凭他那个本事，别说2万月薪，8000都够呛。我愣住了。爸，你的意思是他们家打的什么主意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爸爸重重地吐出一口烟圈，就冲着你的嫁妆来的。周渊这个人看似老实，其实比谁都精。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打断了我和父母的谈话。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让我心头一紧。江小姐，我是周渊的大学同学，我叫李明。有些事情，我觉得你有权知道。对不起，这么晚才跟你说这些，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许久，直到手机再次震动，是一个音频文件。要听吗？妈妈握住我的手，我能感觉到她的手也在微微发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开了这个可能会改变我一生的音频。首先传来的是一阵脚步声和关门声，接着是婆婆张美芳的声音，那种让我作呕的谄媚语气。儿子，你放心，只要按计划来，
江家的钱还不是我们的，这丫头被惯坏了，根本不知道钱的价值。周渊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。妈，不过这样对梦梦，什么对不对的？婆婆突然提高了音量。你是不是忘了爸妈当年供你上大学有多辛苦？我和你爸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让你有出息。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翻身，你可别心软。那江家丫头被宠坏了，拿下她的钱还不容易。我的手指紧紧掐进掌心，指甲几乎要嵌入肉里。录音还在继续，但我已经感觉呼吸困难。周渊的声音越发怯懦。可是爸妈，如果被他发现又能怎样？这是公公冷静的声音。你这孩子怎么这点城府都没有？等她怀孕了，还能离婚不成？再说了，就算她想离婚，你觉得以她家的面子，会让女儿当单亲妈吗？婆婆在一旁帮腔。就是啊，你放心，妈都给你安排好了。这不是才结婚第一天就开始要她上交工资吗？慢慢来，先从工资开始，再慢慢把房子车子都过到咱们名下。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，客厅里一片死寂，只能听见我自己急促的呼吸声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来。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周渊会突然改变主意，同意和父母住在一个小区，为什么婚前的甜言蜜语在新婚第一天就烟消云散，为什么他们一家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。原来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。我不过是他们眼中的提款机，是他们通向更好生活的敲门砖。5年的感情，无数的甜言蜜语，所有的海誓山盟都是假的。我感觉自己像个笑话，像个被耍得团团转的傻子。爸，我强忍着泪水，把手机递给父亲。爸爸的表情从震惊到愤怒，最后沉淀成一片冰冷。他抽出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然后拿起电话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老李，你是周渊的直属领导吧？父亲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。对，我想和你聊聊。父亲的这通电话彻底改变了局势。1周后，我听说周渊被调离了核心部门，改派到了一个边缘岗位，工资直接腰斩。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传开后，很多人都在猜测原因，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你觉得这样够了吗？晚饭时，爸爸问我，我摇摇头，不够。他们一家人的真面目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第2天，我约了李明见面。他是个看起来很憨厚的男生，说话吞吞吐吐的。江小姐，其实还有一些事情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这是我和周渊大学时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很多事。翻开日记，我的手开始发抖。原来周渊从大学时就开始物色富家女，他甚至和室友们打赌，说一定要找个条件好的改变命运。更让我愤怒的是，在我们恋爱期间，他居然同时和好几个女生保持暧昧关系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。这个王八蛋！我狠狠地把笔记本摔在桌上。李明低着头，对不起，我早该告诉你的，只是当时……不，你现在告诉我正好。我露出一个冷笑，我正愁没有证据呢。回家路上，我接到了周渊的电话，他的语气很急切。梦梦，你能不能让你爸爸高抬贵手？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我冷笑道。周渊，你知道错在哪里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我不该听我爸妈的话。梦梦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让他们插手我们的事。够了，我打断他。周渊，你真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要不要我把你大学时的那些事都说出来？电话那头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。
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不重要？重要的是，我深吸一口气。周渊，你等着接律师函吧。挂掉电话，我立刻联系了一位知名婚姻律师。既然要离婚，那就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事情的转机来得很快，就在我准备起诉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人找上了我，周渊的亲生姐姐周瑾。其实我早就想来找你了。周瑾端着咖啡，神情复杂。我知道我弟弟做了很多混蛋事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过分。原来周瑾已经移居国外多年，这次是特地回来阻止这场闹剧的。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。周瑾放下咖啡杯，我父母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。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在我出国前，周渊曾经谈过一个女朋友，家境也很好。周瑾的声音有些发抖。我父母用了同样的手段，想要控制人家的财产，结果那个女孩受不了打击，自杀了。我倒吸一口冷气。这是周渊知道吗？知道。周瑾苦笑道，但他选择了沉默。因为那次意外，我父母从那个女孩家里拿到了不少封口费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决定要远离这个家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所以这次，是的，他们故技重施，只是这次遇到了你，遇到了一个不好欺负的人。周瑾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，这些是当年那件事的所有证据，包括医院记录、派出所笔录，还有我父母收取封口费的转账记录。我接过文件，手都在发抖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不想再看到悲剧重演。周瑾站起身，江小姐，你很幸运，至少你还有选择的机会。有了这些证据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周家人的预料。当我把所有材料交给律师时，他的表情都变了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离婚案件了，这里面涉及到刑事犯罪。果然，当周渊知道我手里有这些证据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求求你，不要声张。他跪在我面前，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，只要你不要把这些公开。我冷眼看着这个曾经深爱的男人，心里只剩下厌恶。周渊，你知道吗？最让我恶心的不是你想要我的钱，而是你的怯懦和无耻。那个女孩死了，你却还能若无其事地去骗下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周国强和张美芳也闯了进来。贱人，你威胁我儿子！张美芳像个泼妇一样冲向我，我退后一步，按下了录音笔的播放键。周瑾提供的证据里有张美芳和周国强商量如何逼死那个女孩的录音。录音一响起，两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要么私了，要么我就把这些证据都交给警察，你们自己选。最终，周家人选择了私了，他们不但归还了所有嫁妆，还赔了我一大笔精神损失费。离婚协议签完的那天，周渊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。梦梦，对不起，他喃喃地说。我头也不回地走出民政局。周渊，但愿你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半年后，我在国外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收到了周瑾的邮件。他告诉我，周渊因为受不了良心的折磨，终于向警方自首，主动交代了那个女孩的死亡真相。他的父母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那些年来，他们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，你帮了很多人，也救了我弟弟。周瑾在邮件最后写道，虽然方式有些极端，但至少他现在知道了什么是忏悔。看着窗外的落日，我露出了释然的微笑。有时候，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让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那场错误的婚姻确实差点毁了我，但也让我明白，与其相信甜言蜜语，不如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判断。
感情需要真诚，但更需要勇气和担当。从此以后，我学会了更好地保护自己，也更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。生活总是要继续，但至少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自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